在周五的会议上，美国众议院以222到210票通过了美国竞争法 （CAMPES） 法案，将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新的补贴，同时提及其他旨在刺激经济的措施。投票结果大致按党派划分，只有一名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反对该措施，反过来，只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竞争法案提供了52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以促进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其中390亿美元用于直接补贴新的制造设施。许多有资格获得这笔资金的设施已经在建设中，包括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120亿美元的晶圆厂将于2024年开始生产，和英特尔在俄亥俄州的200亿美元的晶圆厂。6月，参议院通过了自主版本的这些补贴项目，作为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 USICA 的一部分。由于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版本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众议院和参议院版本的法案现在需要进行协调，然后形成最终文本才能提交到拜登总统的办公桌并签署成为法律。虽然持续的芯片短缺推动了该草案成法，但即便是新增补贴也不太可能解决当前的供应链问题，因为受补贴的代工厂最早也要到2024年才能生产芯片，届时目前与大流行病有关的供应紧张状况可能已经缓解。该法案还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内设立了一个新的以工程为重点的机构，并为与太阳能有关的美国国内制造业提供30亿美元的补贴。在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后的一份声明中，拜登总统强调了这些条款将对美国制造业产生的影响。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众议院今天为更强大的供应链和更低的价格，为更多的制造业以及良好的制造业工作在美国本土进行了一次关键的投票。我期待驻众议院和参议院迅速走到一起，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并尽快把一项法案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供我签署。英特尔也宣布了最新计划，在俄亥俄州建造价值200亿美元的晶圆厂综合体来提高产能。根据已经签署的文件，该晶圆厂综合体将于2022年底开始建设。首先建设2座晶圆厂以解决芯片短缺的问题。如果有进一步需求，再利用俄亥俄州的空间修建更多的晶圆厂。英特尔的公告发布于芯片产能紧缺和各国对供应链安全产生担忧之后，与其他芯片厂商一样，一方面英特尔希望通过扩大产能以解决当前产能紧缺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愈发关注中国台湾芯片生产状况，向英特尔施加额外压力，要求英特尔在美国修建更多的晶圆厂。为此，英特尔一直都在寻找建设晶圆厂的好位置，最终选定在俄亥俄州找。俄亥俄州晶圆厂综合体将是英特尔40年来建造的第一个新工厂。此前，英特尔其他晶圆厂主要位于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还有一些在西谷。据了解，俄亥俄州晶圆厂综合体位于俄亥俄州新奥尔巴尼、哥伦布郊外，占地1000英亩，完全能够容纳8座晶圆厂。英特尔计划先修建2座先进节点的晶圆厂，这2家晶圆厂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建设，并于2025年投产。不过，英特尔并未说明该晶圆厂具体会是何种工艺节点，只是表示将使用业界最先进的晶体管技术。如果事实如此，按照英特尔此前公布的工艺节点路线图，到2025年，英特尔工艺节点将达到181，将在英特尔现在使用的英特尔7上更新4代。英特尔预计，该项目的总成本约为200亿美元，这与英特尔此前宣布的将在亚利桑那州修建的晶圆厂支出相似。不过，如果英特尔进一步扩张俄亥俄州晶圆厂综合体，完成其他6座晶圆厂的建设，那么预计总花费将达到1000亿美元。英特尔也明确表明，不仅要为修建最初2座晶圆厂做好准备，还要为进一步扩大产能做好准备。是否会继续建造其他6座晶圆厂，关键要看英特尔代工服务需求情况。虽然英特尔将利用俄亥俄州工厂的部分产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但该工厂也将用于为 IFS 客户制造芯片。如果英特尔晶圆厂业务合作竞标成功，且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客户，获得更多的订单，那么将会需要修建更多的晶圆厂来满足这一需求。美国政府在激励措施方面的选择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美国希望确保供应链安全，
俄亥俄州的晶圆厂也将用来生产一些敏感芯片。美国 CHIPS 法案及其530亿的激励措施也是其中一项。英特尔的态度非常明确，其表示英特尔在俄亥俄州的扩张范围和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CHIPS 法案的资金支持。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英特尔的一次赌局，因为单纯从成本来看，在海外修建晶圆厂更便宜，但英特尔却选择了有政治意义的俄亥俄州。英特尔如果能够从 CHIPS 法案中得到一些资助，甚至可能有兴趣将一些芯片封装、测试也带回美国，在美国完成芯片制造生产的每一个步骤。更为直接的是，英特尔让俄亥俄州2个晶圆厂投入运营，除了基础设施的修建外，还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英特尔承诺未来10年为当地的教育工作提供1亿美元资金，集中投资帮助当地高校完善半导体制造课程，帮助培养所需技术劳动力。除了英特尔自家的投资，英特尔的供应商也将在俄亥俄州投资发展。据了解 ，Air Products、Applied Materials、Lam Research 和 Artacin Technology 均表示将在该地区设立运营点。英特尔也在用这些来进一步强调项目的规模及其为该地区带来的价值，以及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 CHIPS 法案的资金。修建晶圆厂是英特尔在 Patrick Snyder 的 IDM 2.0 战略下采取的最新举措。目前，英特尔有4家领先的晶圆厂将在2024年至2025年的时间范围内投产。如果运气好的话，还会有更多扩充产能的空间。